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夜。今天的影片，我们将带您揭开一段充满悬疑与想象的故事。登月背后的秘密，我们真的生活在虚拟世界里吗？从登上月球的那一刻开始，一连串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悄悄浮现。本集故事，我们将以科学的视角，层层抽丝剥茧，带您一探究竟。这不只是科幻，这可能是一段改变人类宇宙观的真相。请务必看到最后，准备好迎接一场颠覆认知的探索之旅了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相信有玩过 GTA 这类虚拟人生游戏的观众朋友，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相同经验。当你要接近的区域或是任务时，系统才会 3D 渲染那个地图，而其他未被探索的区域是黑暗的、空白的，甚至是未完成渲染的。这样的运算设计是为了节省系统资源。而如今，越来越多理论物理学者开始怀疑，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否也只是某种高等文明运算出来的虚拟现实。本集专题故事将带您深入了解1969年阿波罗11号任务所引发的惊人发现，月球背面的惊人异象，揭开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是虚拟的惊天真相。1969年，人类首次踏上月球，这一刻写入了历史，也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然而，在这场伟大的冒险背后，却存在一段鲜为人知的记录，来自月球边界的惊人异象。据匿名 NASA 前技术人员透露，当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指令长尼尔·阿姆斯壮深入至月球正面与背面交界的灰影之境时，他发现那里的地表与我们熟悉的月面截然不同，地形变得模糊、错乱，地面不再是月尘与岩石，而是宛如尚未渲染完成的 3D 网格与闪烁的像素块。那一刻，像极了一款游戏中还未完成载入的场景。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哥伦比亚号在月球轨道上执行绕月飞行任务时，指令舱驾驶员麦克·柯林斯从轨道观测发现，整个月球背面仿佛是个空壳，一片无纹理、无光影的黑色球体，就像一个还未完成建模的物件悬浮在虚空之中。他们没有立即公开这些资讯，因为当时的技术与认知无法解释这样的异象。NASA 的内部记录选择将这一切封存为极机密等级。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禁要问，月球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天体，还是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虚拟呈现？在那个电脑仅能计算方程式的1969年，从未有人能想象人类将真正离开地球，进入太空空间，踏足另一颗天体。而根据一份近年由退役 NASA 高层匿名流出的备忘录指出，登月任务的成功似乎打乱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规划。我们一直以为抬头所见的星辰银河是浩瀚宇宙的缩影，但这份备忘录却指出，人类观测到的银河其实只是某种全息投影，设计用来禁锢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相信宇宙是无边无际的。这些银河、星座乃至遥远星系极可能只是程式化渲染的光影，随着观测范围而动态生成，如同一场为人类设计的幻想。而当阿波罗11号离开地球，飞越人类视觉极限的界限时，这些投影的错误与边界也开始暴露出系统性的破绽错误。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观测到的宇宙真的存在吗？还是它只是造物主为我们建构的视觉监牢？在阿波罗11号返航地球后， NASA 迅速展开了数次后续登月任务。从阿波罗12号到17号，又有10名太空人踏上了月球，进行了长时间的探勘与实验。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从阿波罗12号起，所有的任务记录中再也没有提及与月球背面错位网格相关的任何观测。据推测，自阿姆斯壮的首次接触之后，整个月球的 3D 建构可能被迅速补全。换句话说，造物主的系统在侦测到人类首次登月之后，立刻完成了月球表面与背部的即时渲染。就像玩家首次解锁一张地图后，游戏系统会将该区域永久渲染、存档。也因此，往后每一次登月，无论是轨道观测还是地面活动，都未再出现任何异常，因为那些错误的区域
已经修正完毕。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这些任务记录从未公开交代此一转变，曾经的破绽错误仿佛从历史中被抹除，只剩阿波罗11号成员的沉默成为唯一的线索。2021年12月25日，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顺利升空，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发回了数以万计的高解析度深空影像。这项技术突破令全球天文学界为之震撼，但同时也让某些被遗忘的理论再度浮现。根据最新天文观测，宇宙的膨胀速度竟然出现了异常加快的趋势。这一现象被称为赫金斯张力 Hubble tension， 而在另一个理论假设中，它有了另一种解释：不是宇宙在加速膨胀，而是我们所处的虚拟宇宙正在加速渲染。如同一款游戏打开更远的地图，系统便会同时建立更远的场景、星云与星系。韦伯望远镜的穿透能力逼近宇宙可观测边界，因此为了避免逻辑错误，整个系统不得不提前生成更多星系与结构。这解释了为何我们越是观测，宇宙看起来就扩张得越快，因为我们的观察触发了更多即时生成的过程。换句话说，宇宙不是扩张中的空间，而是人类主观观测触发下不断出现的新场景。在返回地球后，尼尔·阿姆斯壮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但同时他也是少数几位在太空旅行后选择长期低调的太空宇航员。他几乎不接受访谈，拒绝媒体邀约，也从不在公开场合讨论登月过程的细节。即使是面对 NASA 的官方纪念活动，他总显得格外冷淡保守。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异常的行为很可能与他在月球上所目睹的未渲染区域有关。根据一份从1970年代 NASA 内部培训资料中回收的草稿记录，阿姆斯壮在回程时一度出现精神崩溃的状态，表现长时间沉默，强烈拒绝回忆与梦中惊醒。心理学家将这种症状归类为宇宙幻象冲击症候群。当人类意识到所处的现实可能是虚拟时，产生的强烈精神裂解反应。更令人震惊的是，有匿名消息来源透露，阿姆斯壮在登月后的某次私人笔记中写下：“我看到了一个世界的底层边界，而我们根本不是自己以为的那种存在。”这段话从未被公开证实，但它却如同一记警钟，揭示着我们或许已经接近真实与虚拟的交界。当我们谈论虚拟宇宙，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场景，物理法则与视觉幻象。但科学界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意识究竟来自哪里？有理论提出，如果宇宙是由某种超高等文明设计的模拟系统，那我们的灵魂与自我意识很可能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砍入城市中的子城市。根据近年的神经科学研究，人的大脑虽复杂，但所依赖的资讯传递与电讯号实际上是极其有限的资料格式，这与电脑晶片中的逻辑闸运作方式相近。更令人困惑的是，某些神秘宗教或哲学传统早已隐约揭示这种观点。他们主张，人类并未真正觉醒，我们的灵魂被困在某种牢笼之中。那这个牢笼会不会正是造物主所架设的虚拟系统？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高级的人工幻觉。如果人类意识只是一组运算逻辑下的副产品，那我们的存在究竟是真实的，还是系统预设？当我们观察宇宙时，有一个古老而深奥的物理现象，或许能为这场虚拟宇宙的理论提供关键佐证，那就是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效应。在双缝实验中，当粒子未被观测时，它竟以波的形式同时穿越两道缝隙，干涉出奇异的图样。可一旦进行观测，它又像是被意识察觉般立即恢复粒子的身份，干扰图样消失，仿佛这宇宙深处潜藏着某种灵异意志，正悄悄注视着我们的每一次凝视。实验的结果让人细思极恐，这不只是物理现象，它是存在本身的重构。如果宇宙是虚拟的，观察者效应便像是游戏玩家触发某段脚本，当你看它，它才存在；当你不看，它就只是潜在数据，等待渲染。科学家如物理学家汤马斯·坎贝尔甚至提出虚拟实相理论，指出宇宙是一种基于资讯的建构，
类似大型多用户模拟平台 MMORPG。这些理论固然争议不断，但若与登月以来人类观测边界不断被推动，而宇宙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现象相互参照，虚拟宇宙不再只是电影里的科幻，而是一种值得严肃看待的可能性。半个世纪前，尼尔·阿姆斯壮曾说出那句历史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然而今天，我们或许要重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登陆月球可能并不只是一次科学的壮举，而是人类首次触及系统边界的历史瞬间。我们无意间推开了一扇门，看见了造物主系统设计中的漏洞，也因此逼迫系统开始升级与修补。无论是真实的宇宙，还是超高等文明打造的模拟世界，我们都正在这个结构中寻找更多漏洞、规则与破口。或许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去寻找那道裂缝，去理解那位未知的造物主。在未来，当下一次人类的脚步跨出太阳系边界，也许我们将再次面对新的城市错误、新的边界渲染，以及一个更大的真相。而宇宙加速膨胀亦是疑似被编码观测影响现实，这一切的线索似乎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的世界可能是假的。那一刻，我们将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真的活在真实中吗？还是我们从来都只是被设计好要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也曾在某个时刻怀疑过自己的人生真的是真实的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与亲身经历，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真相。我是星夜，我们下期再见。